美国不会因为乌克兰问题和俄罗斯打仗，不会因为台海问题和中国打仗。巴望着美国武力干涉台湾问题的台独分子们可以洗洗睡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敏。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5个核大国发表联合声明，内涵丰富而且意义深远。5个核大国发表联合声明，防止核战争以避免军备竞赛，这至少说明美国不会因为圈个有用乌克兰问题和俄罗斯打仗，更不会因为台海问题和中国开战。北京时间1月3号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这份声明来的是毫无征兆，让国际舆论是一片哗然。首先来说说发声明的5国，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英国或法国的名字，有的用了中美俄及其他核国家的说法，这听起来很不给英法两国面子。但是大家都知道英国的核力量不过是美国人的备用火力，法国虽然自称寻求独立自主，但是在核战略上还是跟着美国走的。真正有独立核战略的只有中美俄3个国家，这里面好像漏了个什么国家的吧？没错，印度。但印度压根儿就没有资格进入这种高端俱乐部。5大核强国对印度的底细都很清楚，谁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核国家。声明最有意思的是第一段，5国承诺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既然美英法在同一个阵营，这几乎就是在明确的承诺中美俄之间不能爆发直接战争。现在的局势，中美俄如果开战，有2根导火索，乌克兰问题和台海问题。既然5国已经承诺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那几乎就是直白的承诺美国不会因为乌克兰问题和俄罗斯打仗，不会因为台海问题和中国打仗。巴望着美国武力干涉台湾问题的台独分子们可以洗洗睡了。当今世界军事力量极为悬殊，对中美俄3国来讲已经不存在什么必须动用核武器才能消灭的对手。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只是政治的失败，而不是军事的失败哟。所以核战争的风险只可能发生在中美俄之间，而不会发生在一个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那这份不使用核武器的声明就是中美俄彼此画下的战争红线。现在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条文。正文的第2段表示，我们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等于是给全世界的人民吃一颗定心丸。核武器是一种很霸道的东西有核国家可以选择战略核突击或者是战略核反击，但无核国家除了挖地道躲起来，没有任何别的应对办法。5大核国家一致认为核战争不能打，那就意味着世界热点之外的无核国家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不需要担心一觉醒来就进入了核冬天呢。至于第4段所讨论的重申我们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任何其他国家，更是互相给一颗定心丸吃。对今天的直班核武器来说，重新瞄准容易得很无非是把参数重新输入导航系统罢了，不瞄准彼此是很难核查的。不过考虑到核武器的恐怖威力，核大国一定会言出必行。这份声明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台词，那就是没有区分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传统上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倾向于把战术核武器从核战略中剥离出来，认为使用战术核武器不算核战争。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虽然美国和苏联都没有在局部战争中使用过战术核武器，但是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这一次声明不做区分，意味着5个国家已经认同战术核武器也是核武器，动用战术核武器的战争也是核战争，所以不能使用。这就大大的降低了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甚至是全面核战争的风险。一份声明各方解读，但核武器战争手段否定了战争目的的特点，终于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体现出了意义。这也突出地显示了新中国集中力量搞2弹1星的巨大战略意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的国防科技工作者们用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无私的奉献，为我们今天的14亿中国人撑起了一把坚不可摧的核保护伞，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平安。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